我阿里 P7 找不到工作。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空白女侠 ，ID Convencia， 作者阿伟。关闭会议软件，结束一场面试后，我瘫在椅子上，久久回不过神。刚刚面试官阴阳怪气的话语和似笑非笑的表情晃荡在我脑中，我感觉我不像是在面试，而是我向家人证明自己依旧在努力地例行公事。我是阿伟，今年34岁。在半年前，我还是阿里的一名员工，担任数据专家，职级是 P7。在他人的眼中，我这个年纪拿到100万年薪，在同龄人中算是混得还可以，笑。然而，在今年年中公司突然而来的毕业潮热中，我被光荣裁员了。刚拿到大礼包时，我还喜滋滋地想，本来就待够了，外面有的是工作机会，这个大礼包来得真及时。一开始找工作信心满满，想想自己作为阿里 P7 的身份，工作肯定是容易找的，可以去其他大厂带数据小组，也可以去大型传统企业做数据总监，如果有人介绍的话，还能去新能源行业做数据技术负责人。结果1个月、2个月，直到国庆节已经4个多月过去了。我面试了30多次，公司标准也从大厂一降，再降到中小厂，竟然没有拿到一份合适的 offer。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，到底是我太菜，还是现在这个市场要求太高？被现实摩擦几个月后，我终于明白，过去大家眼中阿里 P7 的光彩，只是公司带来的光环，和身处其中的个体没什么关系。当环境变迁、时代更迭之时，离开平台后的打工人拼的是自己的能力，管你过去是 P7 还是 P8， 潮水退去之后，谁在裸泳一眼便知，而我可能就是裸泳的那一个。国庆期间，我和我老婆都笼罩在没找到工作的阴影中，没有回老家，也没有出门旅行。我在书房待了3天，决定写下这篇稿子。平时成功的案例大家看多了，我作为反例，把过去几年的故事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，也算是给互联网行业的一联挽歌。天湖开局。2010年，我正值大3，那时候机械专业的我开始迷上了计算机编程，会用 C++ 和 Java 写一些有意思的脚本。身边的同学纷纷去大型制造业实习的时候，我选择当时大家都觉得就业形势尚且渺茫的互联网。我第一份实习是去百度做后端开发工程师，那时候身边的同事很多都跟我一样，并非计算机科班出身，都是自学编程。那时候计算机人才紧缺，我实习期结束前3天，我的 mentor 就来找我谈话，要不要本科毕业了就留在百度，他会给我直接发 return 校招 offer。 能感觉得出 mentor 很认可我实习期间的工作能力，以及当时计算机人才真的很紧缺。但是那时候我的学校末流985给了保研名额，本身都是高中老师的爸妈，要求我必须把研究生读完再出来就业。研究生分配的老师虽然是机械专业，但做的项目与计算机关联性挺大，符合我的兴趣方向。思考再三，我放弃了到手的阿里、搜狐、新浪、百度的 offer， 选择读研。不得不说，那时候只要你学校不错，又会写代码，大厂 offer 是完全不用愁的。从现在来看，当时真不如早些进入职场，至少能趁着互联网的红利多拿股票，多赚3年钱。当然这是后话，现在也后悔不来。2014年研究生毕业时市场还不错，加上导师鼓励我们提前去实习，因此我手里也攥了好几个互联网企业的 offer， 内心澎湃激昂，薪资比被签到传统企业的同学高出2-3倍。当我们在宿舍里讨论谁校招工资最高时，大家都齐刷刷看向我。最后我选择了一个在北京的互联网企业，现在也上市了。由于当时大数据热潮刚起来，我就选择了这个赛道，成为一名数据工程师。几年的工作之后，我在公司内成长为一名小组 leader， 技术算是还可以，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。校招生的身份叠加历史不错的绩效，我被授予了不少期权，加上互联网本就不错的现金收入，可以说那个时期是我的高光时刻。按理来说，我如果继续在原公司待下去，应该会有不错的未来，即便在当下的寒冬，也至少能保住一个饭碗。然而从未遭受过社会毒打的我，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，最终导致了现在的窘境。2. 南下苏杭。2019年发生了几件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。首先是谈了3年的女友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，这对我打击很大，
产生了离开伤心地的想法。其次，北京难落户，让我觉得这里并不是自己未来长久发展的地方。最后，一个猎头适时推给我阿里杭州的 offer， 我想该换个环境了。那时的阿里给我感觉依然是如日中天，在国内几乎统治了电商的半壁江山。加上面试时几位面试官专业的能力和对未来所做工作的描绘，让我觉得阿里才是值得自己追随和奋斗的理想地。记得技术中面时，阿里为我报销来回机票和住宿，邀请我去杭州面试。在面试结束后，我打车去了西湖，看着夕阳下波临的湖水，郁闷许久的心情终于得到了放松。最终面试过程很顺利，由于工作年限问题，职级定在 P7， 作为补偿， HR 为我申请到了还算不错的总包薪资，额外提供了一笔搬家费。在拿到 offer 后，主管专门给我打了电话，电话中他说以我的能力2至3年内升 P8 完全没问题，欢迎我加入他的团队。电话中主管的诚恳、丰厚的薪资和搬家费，再加上杭州友好的落户政策，让我毅然决然离开北京，离开奋斗了5年的老东家，南下苏杭。3. 拥抱变化。阿里有句老话叫做拥抱变化，相信每位阿里同学都很熟悉。然而换到我身上，这句话应该改为紧贴变化。刚入职2周，团队还没完全熟悉，招我进来的主管因为组织架构变化换到了另一条业务线，于是我这个刚入职的新人立马就遇到了新领导。记得主管离开时专门和我吃了饭，结束时他拍着我的肩膀，有些惋惜地对我说，真的对不住，带你进来却没有机会合作。不过这在阿里内部很正常，你是有能力的，要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。这段话让我当时很感动，也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。但现在想想，既然他这么看好我，为什么后来从未想过招我去他团队呢？这都是套路。阿里主管落位时都会带一波左右护法，我的新领导也不例外。我这种没背景、没团队的人，自然就被挤到一边，做一些边边角角的需求，工作内容不靠谱，绩效自然不好。但那时的我至少心中还充满希望，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工作是可以融入团队的。所以干着最苦的活，拿着不好的绩效，扛着上司的 pull， 我还是努力和上司搞好关系。然而刚刚和上司关系亲近了一些，半年后上司又换了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有一种吃了苍蝇般的恶心，合着我舔了半年就是给他人做嫁衣。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，我对阿里的拥抱变化不抱希望了。加上业务缺少突破，晋升 P8 的机会逐渐减少，我彻底断了升 P8 的念想。所幸我的技术能力还不错，做事认真不出什么篓子，所以常年绩效在 3.5 左右徘徊。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太太，投入到恋爱和家庭组建上，再加上看透了阿里这个体系，所以工作上的热情也不如刚刚入职时。尽管团队不断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我这个被挤在业务边角中的 P7。4. 突遇裁员。2020年的疫情来得很突然，但更突然的是社会对互联网的态度。互联网从过去白衣骑士突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与之对应的是整个业务的收缩。开始时我还没什么担心，一方面我在的业务是阿里天猫主赛道，觉得不管怎么动荡也不会影响到主业。另一方面，虽然阿里的增长已经陷入停滞，但疫情下社会对互联网电商的依赖更强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，随着整体经济不振，互联网巨头们也开始内卷，主业的营收增长一年不如一年，给了集团很大的压力。而2020年底，集团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。随后看清形势的同事开始行动起来，我身边有几位关系不错的同事已经开始在新兴行业里寻找工作机会，其中一个跳槽到外企的朋友还给我推荐工作。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买房，正在筹备婚礼，一方面是事情太多忙不过来，另一方面我还想等一下入职时授予的股票成熟。虽然那时阿里的股价已经开始走低了，但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对于刚刚买房的我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。现在想来，那是我上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
很快时间来到了2022年初，这次裁员对于阿里来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。我所在的业务线有裁员指标，一个 P9， 2个 P8一起被干掉，而我自然也在淘汰范围之内。所幸阿里给的离职大礼包有 N+3， 从这点来说，公司已经很仁义了。即便是裁员，阿里的 HR 也不忘记最后 Poor， 这次公司不是裁员，而是优化。你要反思自己过去的贡献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这样才能持续发展。当然，你职级是 P7， 到市场上还是非常抢手的。你要以人才输出的高度来看这次优化，为社会做贡献。实话说，我真的被震惊了，就是裁员都不能正常裁吗？还非要在这种时刻扑一下。当我拖着东西离开园区大门时，恍惚间似乎看到3年前入职的自己。当年的我多么充满希望，今天的我就有多么的落寞。可以说是时光如逝，物是人非了。5. 求职无果。任何一个人被裁员心里都不可能毫无波澜，而对于我这个身背房贷、刚刚组建家庭的人来说，压力就更大了。我不敢稍有停息，立刻投入到找工作的努力中去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。一方面，我的学历和背景都不错，技术栈也很全面，过去还有些管理经验。另一方面，我才30出头，还远没有到40加的年纪，在就业市场应该还算是有竞争力的。然而，当我真的进入就业市场，立刻就感受到了环境的寒冷。首先，市场上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公司真的很少。传统互联网大厂虽然还有招聘需求，但对候选人的要求变得非常高。比如招聘数据开发，还需要候选人有数据架构能力、数据治理能力、数字化管理能力，感觉是出 P7 的前招 P8。我在阿里虽然对这个方面有一些了解，但毕竟没有亲身做过，所以面了2家都倒在了2面上。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过去3年虽然是在阿里，但无论是技术还是架构方面都在原地踏步，没有丝毫的进步。很多时候，自己其实是在做 ETL、开发报表这样螺丝钉一样的工作，每天看似很忙碌，但做的事情价值有限，自己的成长也非常受限。所谓的阿里 P7 干的活也不比外包高级多少，真不知道是自己的损失还是阿里的损失。互联网企业受阻，我开始转头看向传统企业。然而这时，我发现传统企业的招聘也是寥寥无几。之前跳槽券商的兄弟告诉我，目前他们公司已经全面冻结 HC， 准备过冬了。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岗位薪资几乎比我在阿里要低1/3，然而即便我去面试，也没有收获一个 offer。在当下市场，反而外企的招聘需求相对还好。但我找了一圈，发现外企招聘主要都专注在数据治理和数字化管理、商业分析、市场洞察等领域的岗位，具体数据开发相关的岗位都很少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毕竟现在有不少 To B 服务的技术公司，这部分技术能力外企都可以外包出去，没有必要养一个年薪100万的技术人员。在这种现状下，我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。只要有一些和数据挂上边的岗位，我也开始投递，比如数据分析、商业分析等岗位。但结果可想而知，很多简历都石沉大海，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。有一天，在陌陌看到下面这张图，像是我被监控的面试记录，不禁想认识这位分享者，一起交流下。来自陌陌。在过去4个月，我的信心不断被市场打击，甚至一度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。我开始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出门，也不想和别人去交流。这里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太太，还好有她陪着我，安慰我，才让我能度过这段无比黑暗的时光。6. 寒冬已至。每年教师节的时候，我都会打电话问候研究生导师。今年我电话过去时，导师破天荒的第一次问我能不能帮助师弟师妹们推荐工作。电话这边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我不想让导师知道我失业了，毕竟我曾经是他颇为满意的弟子。我唯唯诺诺地接了老师的话，很快微信中就推来了学弟学妹的简历。看着这些比我当年还要优秀的简历，我也只能苦笑以对。毕竟现在的我连去处都没有，又拿什么去帮助这些人呢？我不停地通过猎头和过去的关系寻找工作机会，虽然看上去有些徒劳，
但我也不敢放弃，毕竟这是多走一步就会多一点希望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已经在看杭州以外的机会了，上海、深圳、北京甚至成都，毕竟我身上背着沉重的房贷，再不找到工作，连还贷款都会有问题。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机会，即便我需要背井离乡，与太太异地，也只能接受了。在最后，我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心得感悟吧，避免大家重蹈我的覆辙。一要认清楚公司平台的光环，不要盲目自信。阿里 P7 曾几何时是就业市场的硬通货，很多人觉得能拿到 P7 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。很多时候阿里 P7 牛，是因为那个时候阿里牛，而并不是员工本身有多牛。当阿里光环褪去的时候， P7 也就失去了光彩。就我所知，这次裁员后找不到工作的 P7、P8 甚至 P9 也很多。二，不能停下学习和成长。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，在行业中工作时，多多少少还能不断接触新技术和新方向。然而，一旦脱离行业，如果自己不能保持持续的学习，那么很快便会被行业所淘汰。所以无论何时，学习永远不能停下来。三，做生不如做熟。我在想，如果当时没有离开北京，没有离开老东家，这次寒冬我是不是会过得容易一些？过去机会比较多，大家都疯狂跳槽，然而在现在的情况下，在老东家里猫冬也许才是更好的选择。所以除非是很好的机会，建议大家跳槽时要特别审慎。最后，希望看过我这篇文章的同学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寒冬。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空白女侠 ID 坑本 sia， 作者阿伟。